陛下冷静！你以为你不会背叛我吗？还有你，陛下，兄弟的背叛，还有儿子的起兵谋逆，让李世民彻底陷入癫狂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能共患难，却不能共富贵。就在李世民处于无法自拔的状态时，长孙无忌瞅准时机上前，一把抓住李世民挥剑的手。李世济跟着上前搂住李世民的腰。褚遂良收到信号的褚遂良当即上前夺李世民手中的长刀，而第一次见父皇如此模样的李治也是胆战心惊。还好褚遂良一把夺过李世民手中的长刀，佩刀掉在了地上。长孙无忌见时机已经成熟，该让晋王李治表现了。晋王伺候着。李治赶紧从大殿外往里面冲，可早就吓坏的他一进来就直接跪了下来。长孙无忌赶紧提醒李治一定要镇静，能不能当上太子就看这几分钟的表现了。李治压制住心中的恐惧，慢慢站了起来。褚遂良眼明手快，直接将天子佩刀踢到李治的脚下。李治顺势捡起，不再发抖，握剑于胸，垂手而立。对于李治的出现，李世民很是意外，脑子也逐渐清醒过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父皇，我不放心您，我帮您拿着刀。你是我的儿子。父皇，有舅舅在，不会有事的。舅舅，刀鞘呢？刀鞘呢？在这儿。拿到刀鞘后的李治缓缓地将刀插入刀鞘之中，随后目光坚定、不卑不亢地望向自己的父皇。而这一幕也让李世民尽收眼底。看着李治这般英姿飒爽的模样，李世民仿佛看到那个曾经平定四方、英威果敢的天策将军。他知道李治就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这孩子可以当太子。陛下英明，我们不反对，不异议。谁要反对，陛下斥我镇压。此话一出，刚刚还迷糊的李世民似乎有所察觉，他看了一眼长孙无忌后，又喊来李治。知奴，有你舅舅扶佑你，我放心了。跪下。急忙，谢陛下。跪下。是给你舅舅跪，谢你的舅舅。谢舅舅。谢司徒。谢司徒。急忙，谢陛下。谢呀。谢陛下。李治这一拜算是基本把太子之位揽到自己怀里了，但是这并不保险，因为李世民只是口头上答应李治当太子，毕竟昨天李世民还口头答应过魏王李泰让他当太子，因此长孙无忌担心迟则生变，于是他趁热打铁的向李世民提议，立即召集百官正式宣告晋王李治为太子。李世民听后也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可。很快文武百官便被召集到太极殿临时开朝会，长孙无忌则赶紧吩咐自己势力派系的官员，一会儿要推选晋王为太子。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可见此时朝中已经遍地都是长孙无忌的人，而支持魏王的官员也因为刚才消息封锁的好，根本不知道今天这个朝会是干什么的。等到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李世民这才慢慢走上御座。承乾、忤逆、李泰、凶险，这2个都不可以当太子。朕要再选一个，如果朕2次都选错了，这次你们选吧。下面的大臣还是能分清大小王的，没有一个敢吱声，但这却和长孙无忌先前预想的不一样。他见自己安排好的事情竟然没人执行，于是立即站起身来巡视群臣，并以鼓励的神色看向自己的人马。晋王。见此，长孙无忌欣慰的点头回应了他。晋王。此刻志得意满的长孙无忌露出了属于胜利者的笑容，可是曾经倾向于魏王李泰的房玄龄和岑文本神情就显得异常复杂。但这个结果也是李世民乐意看到，因为他心里早已选定了李治，让百官们选其实也就是走个过场而已。接着在众臣的欢呼声中，李世民也是讲述出了自己的立储观点。他认为如果让李泰做了太子的话，就表示太子之位可以凭谋略夺取到手，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厌恶。而且如果让李泰做了太子的话，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。反观李治做了太子就不一样了，以他的仁孝和2位亲哥哥的关系，自己的这3个爱子才能够同时平安的活下来。最后为了避免夺嫡之争再次重演，李世民更是定下规矩：从今以后，太子无道，亲王谋举，2者同时罢黜。这个规矩要世世代代的传下去。李世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向百官们倾诉。虽说玄武门之事已经过去多年，但他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，成了难以驱除的心魔。我曾以为只要自己成为一个明君，就能证明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。然而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这件事并没有所谓的对与错。
无论我做的多么出色，都无法抹去那段手足相残。当初先帝为了让我和兄弟们不要因为皇位而流血，甘愿破国成家，让我到洛阳去见天子旌旗。朕当时就想，难道国和家就一定不能两全吗？朕没有先王的勇气，朕不能为了儿子把一个国家拆散。就这样，你看看朕的家成什么样子了。虽然没有流血，但是这个家还像个家吗？难道帝王的家就一定要这样？就在李世民伤感之时，魏王李泰得知父皇变卦，竟带着数百亲随来到了永安门，颇有一番要重演玄武门之变的气势。怎料刚到永安门就被守卫拦了下来。宫中侍卫禀报之后，大臣们便开始议论纷纷。怎料李世民却十分淡定。长孙无忌提醒李世民要赶紧制止魏王，防止魏王做出格的事情，而李世民早已有了应对之策。司空，在，你去处理吧。是，司空去不太方便吧？长孙无忌对司空房玄龄有质疑，是因为房玄龄的二儿子房遗爱是魏王李泰的坚定支持者，但这些李世民都知道。而正因为有了这层关系，李世民更相信房玄龄一定会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考虑周全，尽量避免激化矛盾。而房玄龄也没辜负李世民的信任，他直接命人把魏王和亲卫分开，让李泰单独走进肃章门，将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。看到屋内里3层外3层的禁卫军，李泰似乎也明白了自己的结局。没有陛下的手持，你不能离开北院一步。你就不担心你的儿子吗？你不乱说乱动，或许还有希望。希望？公元643年贞观17年4月初7，李世民正式封晋王李治为太子，并为其组建东宫班底。他任命司徒长孙无忌为太子少师，司空房玄龄为太子少府，萧瑀为太子少保，兵部尚书李世继为太子宫詹事，于志宁和中书侍郎马周为太子宫左庶子，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。不得不说，李治的东宫班底可谓是强到不能再强了。就这样，身为旁观者的李治正式踏入政坛。同年4月14日，李世民担心李泰在做傻事，便下诏褫去李泰的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等职衔，并由亲王降为郡王，改封东莱郡王。原魏王府所有官属一律贬逐岭南。到此夺嫡之争彻底结束，而原太子李承乾则被放逐到黔州。临走时，李治还亲自来送大哥。看着眼前这个弟弟穿着本应属于自己的衣服，李承乾心里是百般滋味啊。随后头也不回的上马离去。